特斯拉机器人第3代的一项关键特性已获得埃隆·马斯克的确认。随着发布日期的临近，新款 Optimus 的轮廓正逐渐清晰。此次推出的 Optimus 型号将具备出色的防水性能，这进一步印证了杰森·卡拉卡尼斯对 Optimus 3的高度评价，并非夸大其词。And I saw Optimus 3. I can tell you now, nobody will remember that Tesla ever made a car. 那么 Optimus 在执行涉水任务方面的表现如何？例如洗碗、浇花、冲洗食物，甚至是给宠物洗澡。这些设想初听似科幻小说，但考虑到特斯拉在设计上的持续改进以及近期泄露的技术信息，这些功能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甚至可能作为标准配置出现。在 Optimus 投入实际应用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缺乏防水性能的机器人几乎无法胜任多数日常任务，很可能因短路或在户外淋雨时自动关机。显然，将防水功能融入 Optimus 3，不仅显著拓展了其应用场景，从工厂内部延伸至各种户外环境，更有力地证明了该版本的卓越耐用性。那么 Optimus 是如何实现防水功能的？这项特性又将如何彻底改变行业格局？让我们深入解读埃隆·马斯克近期在 X 平台上的相关披露。当被问及 Optimus 的防水能力时，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透露，该机器人基本具备防水能力。尽管他并未详述具体的实现方案，但这简短而耐人寻味的回应立即在全球科技界引发广泛热议。人们纷纷猜测 Optimus 如何实现防水，是否能够洗碗，是否懂得洗手，各种疑问层出不穷。此前，马斯克曾多次公开表示，特斯拉机器人能够完成人类赋予的任何任务，包括从未接触过的操作。据他介绍，用户无需手动训练机器人，因为 Optimus 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可以精准地完成任务。然而在现实应用中，即使是最基础的任务，也要求 Optimus 具备极高的耐用性，能够在各类环境条件下稳定可靠地运行。该机器人或许无需完全防水，但至少必须达到可靠的防水标准，才能在潮湿环境或恶劣天气如雨雪中正常运作。这恰恰是 Optimus 第2代产品的局限所在。尽管其设计令人惊艳，但该版本仍然缺乏全面的防水能力，因为其众多执行器和关节仍然暴露在外。因此，特斯拉被迫重新设计机器人，为 Optimus 第3代打造全新的防护机制。新版本将采用防护覆盖层，如同为机器人全身披上雨衣，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完整和耐用的设计。要充分理解这项功能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正视特斯拉的核心目标，将 Optimus 打造成为理想的家庭生活助手。在日常居住环境中，水无处不在，例如水槽、浴室、地面上的积水，以及户外行走时可能遇到的雨水，这些都是极为常见的场景。然而，对于复杂的电子设备而言，这些水汽却可能构成严重的威胁。若缺乏足够的防水性能，价值数万美元的机器人将被迫局限于狭窄的活动范围，终日需要躲避水汽的侵袭。这将使得 Optimus 难以可靠且安全地完成各种家务任务。坦白地说，即便 Optimus 的定价降至2万美元，若缺乏防水性能，其使用价值将大打折扣。正因如此，防水性能绝非一项可有可无的升级选项，而是其能否在真实人类生活环境中长期稳定运作的基本要求，而非仅仅适用于演示场合或实验室环境。回顾那些最具标志性的科技产品的发展历程，早期的 iPhone 机型对水可谓敬而远之，但如今 IP68 级防水已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对于 Optimus 这类复杂的机器人而言，实现可靠的防水性能所面临的挑战更是呈指数级增长。早期的 Optimus 版本完全暴露了其内部线路、电路板和执行器，这不仅使其外观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科研项目，更意味着哪怕一滴雨水落下，这些版本都极有可能发生故障。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最新版本中，约 70% 的 Optimus 机身已经覆盖了工程塑料和先进聚合物。这种设计不仅优化了机器人的重量，使其能够更灵活地移动，并完成舞蹈或慢跑等流畅动作，还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层天然的防腐蚀保护层。然而，关节始终是人形机器人的薄弱环节，尤其是手部，这里集中了最敏感的电子元件。近期曝光的 Optimus 新一代手部结构拥有高达22个自由度，展现了重大的机械突破。相较于早期版本裸露线缆和执行器的设计，新式手部被无缝覆盖的弹性体薄膜包裹，如同佩戴了一层防护手套。这种严密的封装设计不仅提供了全面的防水性能，似乎还融入了抗菌防护层。当然，这目前仍属推测，但本质上，这对于需要执行现实任务的机器人来说，是一项必备的安全措施。试想一下，一位家庭主妇可能会担忧，刚刚清洁完浴室或给宠物洗澡的机器人，随后却直接伸向厨房的食物，这无疑令人不安。埃隆·马斯克对 Optimus 的愿景不仅在于其功能的强大，更在于其广泛的应用场景。
能够洗碗、浇花、拖地，甚至给宠物洗澡的机器人需要近乎完美的机电系统。从工程角度来看，仅手部的防水设计就占据了整个机器人工程总量的近一半。这不难理解，因为双手是与水和清洁剂接触最为直接的部件。特斯拉决定将执行器完全密封并移至前臂，这一设计不仅使手部更加纤细灵活，还创造了隔离空间，有效地保护了电子电路免受潮湿环境的影响。此外 Optimus 的动力系统很可能继承特斯拉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积累。该机器人的电池组很可能采用密封结构设计，类似于特斯拉电动汽车的电池方案，几乎完全防止水分渗透到电池单元内部，这确保了即使在高湿度环境下运作，机器人的能源供应仍然能够安全无虞。这项特性同时释放了巨大的潜力，使其适用于户外作业。Optimus 能够在雪地环境中稳定运行，在小雨中搬运物品，或在各种天气条件下守护您的家园，无需用户过多顾虑。可靠性是决定任何大众市场科技产品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用户需要为机器人助手支付高昂的费用，却又不得不时刻照料它，每逢降雨就为其遮挡，或在意外接触水后反复擦干，那么其用户体验将大打折扣。特斯拉正通过在最终生产阶段优先强化防水与抗菌防护，来证明其不仅在制造模仿人类动作的机器，更在创造能够真正存在并无缝融入人类生活环境的实用实体。防水性能还将为用户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有效地降低维护成本。水与湿气是电子设备氧化和短路的主要诱因，严密密封的系统可以显著延长内部机械部件的使用寿命，使得 Optimus 在多年的运行中无需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即可保持可靠的运作。这一点尤为关键，因为特斯拉计划将机器人的定价压低至2万美元以下，与一辆经济型汽车相当，却具备更强大的日常实用性。尽管这只是对 Optimus 某项功能的确认，但马斯克关于其防水性能的评论实际上透露出该机器人可能具备的巨大实用价值。尽管尚未进行现实环境的全面测试，但特斯拉对设计的持续优化表明，马斯克对此极为重视。在上周举行的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埃隆·马斯克首次清晰地勾勒出人形机器人的未来图景，直接回应了全球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何时才能拥有特斯拉机器人？尽管马斯克素以对时间表的乐观估计著称，但此次发言展现出更为严谨的战略布局，计划从工厂环境的严格测试起步，最终目标是让 Optimus 成为每个家庭的智能伙伴。官方确认特斯拉机器人第3代将于本季度末发布，标志着其首个商用版本即将问世。目前 Optimus 正在特斯拉工厂执行一些基础任务，但马斯克认为到2026年底，这些机器人将能够承担更加复杂的任务。 Humanoid robotics will advance very quickly. I think we do have some of the Tesla Optimus robots doing simple tasks in the factory. We expect probably later this year.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 think they'll be doing more complex tasks. 人形机器人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正如他所说，我们确实已在工厂部署部分 Optimus 机器人，他们目前正在执行基础任务，但更复杂的任务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由他们承担。然而，特斯拉不会立即向公众发布这些机器人。特斯拉计划用整个2026年在内部大规模部署 Optimus， 这被视为一次大规模的现实世界测试，旨在收集环境感知数据以及应对突发状况的决策能力。预计直到2027年末 ，Optimus 才正式面向公众开放。By the end of next year, I think we'd be selling humanoid robots to the public. That's when we are confident that it's very high reliability, very high safety, and the range of functionality is. 马斯克解释道，他进一步指出，将自主机器人引入人类生活环境远比制造汽车困难得多，它需要近乎绝对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预测性。此外，大规模生产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第3代机器人从灵巧的手部到人工智能，其核心的硬件系统几乎都是全新设计的。马斯克在演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并非生产力本身，而是 Optimus 在人口老龄化浪潮中所扮演的人类角色。他认为，养老护理是特斯拉机器人必不可少且极具意义的应用场景。例如 ，Optimus 不仅能够协助老年人行动或提醒他们按时服药，还能充当他们的陪伴者，帮助缓解孤独感。这正是老年群体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If you had a robot that could take care of and protect an elderly parent, I think that would be great. That would be an amazing thing to have. I think everyone on Earth is going to have one and going to want one, because who wouldn't want a robot to,
Assuming it's very safe, watch over your kids, take care of your pet. 但 Optimus 的功能远不止于此。马斯克认为，每个家庭都将渴望拥有 Optimus 机器人来照看孩子或照料宠物。该机器人将能够充当家庭教师，让家长安心，并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工作。他强调，这些家用机器人将由硬件级的安全机制管控，以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的控制权。值得注意的是，埃隆·马斯克大胆预测，到2026年，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到2030年，其智能水平甚至可能超越全人类智能的总和。在这样的世界里，工作将成为一种选择，而非必需品。然而，这一愿景并非毫无争议。马斯克本人也承认自己经常对时间线过于乐观，并同时警示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他告诫道：“我们必须极其谨慎，避免将未来变成终结者电影。”在结束对话时，这位亿万富翁仍然选择保持乐观，坚信人类终将拥有足够的智慧来掌控自身创造的技术。近期，特斯拉同时调整了其网络出租车和 Optimus 机器人的时间表，原因在于其正自主研发关键技术。特斯拉的网络出租车、机器人出租车和 Optimus 仿生机器人代表着该公司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两项赌注。因此，当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最近承认2026年的初期生产将极其缓慢时，批评声随之而来。在许多观察者看来，缓慢的生产意味着目标未能达成或执行方面存在问题，但在特斯拉内部情况截然不同。表面上的延迟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工程和制造决策，这些决策旨在确保产品最终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规模化生产。网络出租车与 Optimus 并非现有特斯拉产品的简单升级，而是从零开始打造的全新平台。正如马斯克所言，赛博卡车和 Optimus 几乎所有部件都是全新的，初期产量必然极其缓慢，但最终将达到惊人的速度。这种区别至关重要，但常常被新闻标题所忽略。特斯拉并非在优化现有的装配线或迭代成熟的车型，而是在同步推进全新硬件、软件、供应链以及制造工艺的开发。马斯克反复强调 ，Optimus 尤其在工程设计，特别是制造环节，面临着艰巨的难题。挑战不仅在于制造出能够正常运作的机器人，更在于实现可靠、经济且大规模的量产。在 Optimus 的早期开发阶段，特斯拉遭遇了根本性的障碍，许多所需的关键组件根本不存在，既达不到要求的质量标准，也不具备可靠的供应或足够的生产规模。与其等待供应商跟进，特斯拉做出了其曾多次采取的抉择，如同在电池、电力电子和制造自动化领域一样，选择自主研发关键部件。此举虽然延缓了初期生产的进度，却为长期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垂直整合使得特斯拉能够完全掌控设计、成本、可靠性以及未来的生产速度。马斯克本人也深度参与其中，甚至连续数月每周六都投入到代号为5芯片的项目研发中。他称该芯片对特斯拉的未来至关重要。该芯片不仅是 Optimus 机器人的核心，更是整个自动驾驶技术的基础。目前进展已初见成效。Optimus 机器人已在特斯拉工厂执行一些基础任务，更复杂的功能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实现。2025年将启动小批量生产，供内部使用。第3代 Optimus 计划于2026年开始量产，而面向公众的版本预计将在2027年推出，前提是特斯拉能够完全确认其可靠性和安全性。Cybercab 面临着类似的现实挑战。作为一款完全自动驾驶的设计，该车没有方向盘和踏板，这意味着无法依赖现有车辆的渐进式改进，而是需要构建一个专用的平台，建立全新的安全架构，并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2026年1月，特斯拉在奥斯汀启动了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测试，车内没有配备安全员，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还受到硬件供应的限制。尽管软件可以快速迭代更新，但全球先进 AI 芯片以及汽车级芯片的供应仍然趋紧，这影响着整个科技产业。为此，特斯拉正大力投资自主研发 AI 硬件，包括 AI5 芯片，旨在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马斯克指出，5芯片将兼具强大的性能和规模化的成本效益。与此同时，全自动驾驶技术也在持续快速推进，系统频繁更新，受监督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测试已在特定城市展开。从受监督到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的转型，并非简单的营销策略转变，而是工程技术与监管层面的重大飞跃。马斯克确认，网络出租车的生产线测试已经启动，预计在2026年4月将进入真正的量产阶段。批评者常常将特斯拉与 Waymo 等公司相提并论，但这种比较忽略了根本性的技术路线差异。
Waymo 仅在经过精细测绘的地理围栏区域内运作，而特斯拉则致力于开发基于视觉的自动驾驶系统，旨在无需预先测绘即可在各种场景下运行。这种方案虽然耗时更长，但一旦实现将具备更强的可扩展性。马斯克此前公布的生产目标反映的是其终极愿景，而非在构建全新产业时面临的复杂现实。随着开发进程的推进，特斯拉选择放缓初期产量，以便重新设计部件，提升可靠性，并将关键技术纳入自主体系。马斯克始终将生产进程描述为遵循 S 型曲线，初期因技术的新颖性进展缓慢，随后将实现指数级的加速。这在特斯拉的发展历程中并非首次出现。Model 3的量产4680电池项目，乃至早期的 Model S 生产，都经历了相似的阶段。初期的时间表让位于深入的工程工作，最终实现大规模量产。Cybercab 与 Optimus 的缓慢起步并非计划的崩溃，而是表明特斯拉选择了夯实基础再进行扩张。当前的目标指向 Cybercab 于2026年量产， Optimus 于2027年面世。本质上，特斯拉并未将网络出租车和 Optimus 视为是验性的副项目，而是将其定位为未来的核心产品，并以与汽车同等的标准进行打造，追求同样的控制精度、可靠性和可扩展性。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一旦完成，将实现特斯拉标志性的快速量产能力。Optimus 第三代机器人远非特斯拉机器人的简单迭代，它标志着人类对机器劳动与日常生活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有史以来第一次，特斯拉将人形机器人从受控的演示或研究实验转变为能够在现实世界中独立运作的系统。完全自主性是这一代产品的决定性突破，也是 Optimus 第三代与前代产品的本质区别。若特斯拉能够成功实现其目标，其影响将极为深远。能够自然行走，以人类级别的灵巧度操作物体，通过视频学习新的任务，并且能够持续工作数小时而不感疲倦的机器人，将彻底改变劳动经济的本质。那些重复性、危险性或人类不愿从事的任务，都可以交给这些永不疲倦的机器承担，并且通过共享学习不断进化。这并非要取代人类，而是解放人类的时间与注意力，用于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复杂的决策制定以及创新。与此同时， Optimus 第三代也迫使我们直面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何安全地将自主人形机器人融入家庭、工厂和医院？当机器能够自主移动、感知并采取行动时，我们如何保障个人隐私、安全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信任？当生产力不再受限于人类的体力和耐力时，社会又将如何适应？埃隆·马斯克关于工作终将成为一种可选项的愿景，如今听起来极具颠覆性。但正如自动驾驶汽车或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构想在不久前同样被视为异想天开一样，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Optimus 第三代或许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这一愿景，但它清晰地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最关键的是，人形机器人已不再仅仅是科幻概念，它们正成为实体世界中的产品、劳动力以及潜在的生活伴侣。无论 Optimus 第三代最终能否完全成功，它都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一个智能最终获得躯体的时代，而人类必须决定如何与之和谐共存。那么，如果 Optimus 的价格足够亲民，您会考虑为您的家庭或企业购置或租赁一台吗？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加入我们的讨论。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科技未来的深度解析。